这一讲我们继续汉武帝建元元年的大事件。董仲舒因为天人三策的缘故被委任为江都国相，同时脱颖而出的还有一位庄助被提拔为中大夫。中大夫的中是宫中，朝中的意思，大夫的职责是掌议论，相当于参谋官。这样一看，庄助的升迁才是合情合理，因为见解出色，所以陪在皇帝身边以备咨询顾问。而董仲舒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，竟然被外放到江都国去了。这次人才选拔，董仲舒和庄助，一个是春秋公羊学的学术泰斗，一个是辞赋高手、文学名家，这是有道理的。马上我们就会看到，丞相魏婉上奏说，各地推荐的这些人才，凡是研究申、韩、苏、张学说的，都是扰乱国政的，请一律罢黜。魏婉所谓的申、韩、苏、张，分别是申不害、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和苏秦、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。罢黜纵横家倒是很可以理解的，毕竟皇权以几代人的接力，持之以恒地削弱着诸侯国的势力。如果再搞合纵连横那一套的话，已经特别不合时宜了。那么法家为什么也在罢黜之列呢？这很可能只是向天下人做出的一种姿态，表示武帝一朝的政治将会以温和为基调。但事实上，早在文景之治的时期，朝廷呢就已经离不开法家手段了，今后只会愈演愈烈。假如还是以黄老之术作为政治纲领，那么土地兼并的现象就会加剧，朝廷的税基就会不断萎缩。当那些拿粮食换爵位的人都换到天花板了，小政府可就撑不起大帝国了。我们看近代史，欧洲工业国家之所以能搞小政府模式，是因为不但工商业的税基很大，利润很高，政府的征税能力也并不弱。这种模式绝不是大型农业国家能够复制的。退一步说，就算自发秩序带来了经济繁荣，但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看，只要财富收不上来，不能为我所用，再多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那么假如当真独尊儒术的话，又会怎么样呢？这同样很不现实，因为儒家的根基是宗法伦理和俗人社会，如果不折不扣地实施下去，郡县制就会完全让位给封建制，汉帝国将会变成周朝那样的套娃结构，皇帝相当于周天子，逐级分封，逐级效忠，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小，地方自治的势头越来越猛。显然黄老之术休养生息、清静无为，这注定会是阶段性的策略，既不具备可持续性，也不可能是皇帝想要的结果。而儒家指向的封建制和地方自治虽然是可持续的，但同样不可能是皇帝想要的。当我们理解了这层逻辑，就会明白法家学说只可能在表面上被批判，谁让它太不近人情呢？说出来又太难听呢？但广笃众民的集权帝国已经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法家和法术了。那么回头再看整饷魏婉的意见以及意见的获辟，我们自然不可能相信申不害和韩非的私甲一战当真会退出政治舞台。但是我们还会发出一个疑问，魏婉建议罢黜的其实只是法家和纵横家，对道家怎么只字未提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个时候的中央政府应该并没有就意识形态问题达成共识，儒家和道家各擅胜场，一时还看不出到底将要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。但只要政治嗅觉敏锐的话，应该看得出儒家和道家必将有一场你死我活的交锋。太王太后斗士是道家哲学，严格来说是道家哲学当中的黄老学派的坚定支持者。当时正在以祖母的身份紧盯着国家的走向，说他老人家紧盯着未必合乎字面意义，因为太皇太后曾经失明，后来到底有没有恢复视力，史料呢并没有明确记载。但我们难免好奇的是，窦氏出身名家，原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家女，后来成为吕后疼爱的小丫鬟，再后来被吕后赐给代王刘恒，一路做到了皇后、皇太后、太皇太后。无论后来的身份多么尊贵，本质上到底只是一个既没有受过正规教育，也没有亲临一线操持过政务的一介女流之辈而已。就算学习过黄老学说，真就敢拿自己的这一点成人教育阶段的心得，给国家意识形态
定调子吗？但事情还真是这样，这很可能是因为窦氏的一生实在见惯了柔弱胜刚强的气迹。窦氏本人一介寒门弱女子，被吕后外放的时候，试图通过努力去把握命运，要去家乡所在的赵国。结果呢，宦官搞错了名册，她只能被扔到代国。她痛苦反抗，但无济于事。这真的是命苦吗？代王刘恒是刘邦诸子当中最没有存在感的一个，但偏偏因为这个缘故，刘恒躲过了吕后时代的大清洗。假如窦姑娘当时真的如愿去了赵国，人生反而会以悲剧收场。而在代国，代王刘恒不但无病无灾的幸存下来，还特别喜欢窦姑娘。后来似乎最没有政治前途的刘恒，竟然被请去长安当了皇帝。窦姑娘跟着一荣俱荣当了皇后，儿子呢做了太子。反而是当年嚣张跋扈、任意进取的那些皇族后族，一个个沦为权力祭坛上的祭品。不论先死的还是后死的，竟然无一幸免。一个人只要有过这样的经历，怎么不相信命运真就有这么神奇呢？当然，与其积极进取，不如谦退恬淡，听任命运的安排，并且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所以窦氏真心信奉黄老之术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窦氏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学术思考和敏锐的政治洞见，她始终都像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民间女子，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，心疼孙儿的祖母，固执己见的老太婆。只是因为这个老太婆阴差阳错的登上了权力的顶峰，所以一喜一怒一举一动都深切的关乎很多人的命运罢了。窦氏推崇黄老之术，丞相魏婉就算想要罢黜百家，至少不会把矛头指向道家。当然，不论是皇帝还是达官显贵，只要突然间大权在握，都很难遏制得住或者大展宏图或者兴风作浪的冲动。准2月，武帝颁发赦令，发行僧珠钱。夏6月，丞相魏婉免职，武帝以魏齐侯窦婴为丞相，完侯田汾为太尉。刚刚有所作为的丞相魏婉，怎么就这样免职了呢？魏婉免职的原因，史料存在2种说法，有说是因病免职的有说是因过免职的。所谓过，指的是景帝患病期间冤狱太多，魏婉身为丞相必须担责，但这种罪名怎么看怎么都像是借口。前2年当丞相职位出现空缺的时候，窦氏中意的人选是本家亲戚窦婴，但汉景帝嫌窦婴呢为人不沉稳，是个沾沾自喜的浮夸角色，于是拒绝了母亲的提议，果断地选择了魏婉。但现在景帝驾崩，武帝即位，窦太后升级为太皇太后，正是最有话语权的时候。估计在景帝舍窦婴而任魏婉的时候，窦氏就老大不愿意了。现在呢，时一找个茬，对外宣称魏婉生病，终于还是把窦婴捧上了丞相的位置。窦婴的上位，就算没有太皇太后的偏心，其实也撑得起实至名归。真正蹊跷的是，和窦婴接替魏婉担任丞相的同时，既没有军功，也没有从政经验，仅仅凭着自己同母异父的姐姐王太后是皇帝的亲妈这层关系，田汾不但在武帝即位之初就受封武安侯，而且和窦婴一道升迁，竟然官拜太尉和窦婴平起平坐了。田汾的升迁完全靠的是裙带关系。史记说，窦婴当大将军的时候，田汾还只是一名郎官，侍奉窦婴就像侍奉父辈一样。其实论一下亲戚关系，窦婴是窦氏的远房之儿，田汾是窦太后儿媳的同母异父的兄弟。窦婴和田汾应该以平辈相交才对，所以史记特意交代这个细节，有点鄙薄田汾人品的意思。田汾口才很好，有积极学习文化，很受姐姐的器重。当武帝才艺登基，田汾呢就受封武安侯。这里需要解释一下，田汾受封的武安侯，武安并不是美称，和秦公名将白起的武安君头衔不一样。这个武安是武安县，今天的河北省武安市。如果只是受封为武安侯，坐实租税的话，田汾是不甘心的。既然趁着破旧立新之际有机会登上政治舞台，田汾憋着劲要大干一场，于是到处礼贤下士，大量举荐那些闲居在家的名士。这是一个很聪明的策略，
机会来得也快，委婉免职，丞相岗位空缺，而汉武帝不但需要一位新的丞相，还想选拔一位太尉。太尉是一个时至时废的职务，这几年呢一直空缺。田汾呀，原本盯着丞相的位置，带着门客几幅劝他说：“窦婴已经显贵很久了，您才刚刚冒头，声望呀比不上人家。如果皇帝让您当丞相，您一并谦让给窦婴去做。等窦婴当了丞相，太尉一定就是您了。太尉和丞相地位相当，您还落了一个让贤的名声，何乐而不为呢？”事情果然就这样发展了。现在的大汉帝国比景帝时代更像是一个家族企业了。丞相是太皇太后的远房侄儿，太妹是皇太后的弟弟。而在此之前，中央政府的最高职位先是由开国功臣把持，老臣凋零之后，再由功臣们的继承人接手，还有股份制公司的样子。那么，新的人事格局会稳定吗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